在上一代的 Google Pixel 3推出之后 ，Google 透过各种黑魔法，让 Pixel 在相机上的强大几乎获得了一致的良好体验。而 Google Pixel 4除了持续进化的相机，更像是全方位升级的旗舰之作。究竟 Google Pixel 4跟2019下半年的各家旗舰相比，表现如何？我们边看边说。立刻加入邦尼 Facebook 讨论区，邦尼接下来测什么跟专属好康，全部都在邦尼讨论区。也别忘了订阅邦尼，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产品评测。本集是 Google Pixel 4完整深度评测。如果你想看更多跟上一代 Google Pixel 3的对比，或者外观细节，可以观看稍早邦尼推出的开箱实测影片。这次邦尼直接从大家最关心的相机出发，再一次帮大家复习一下。这次 Pixel 4在镜头上搭载的是双镜头模组，拥有 f1.7 1220万画素主镜头，以及 f2.4 1600万画素2倍长焦镜头。两颗镜头都有 OIS 光学防手震，但没有加入超广角镜头，真的稍微可惜。究竟可惜在哪？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次在 Google Pixel 4的相机对比上，邦尼找来的在下半年旗舰当中各项拍照表现都更为优势的 Galaxy Note 10 Plus 以及 iPhone 11 Pro 进行测试。邦尼也将一次带来日拍、夜拍、变焦以及录影的全面实测。那我们一样先从日拍样张开始。第一组样张可以看到，其实各家旗舰主要差异还是成像风格的不同。Galaxy Note 10 Plus 针对建筑物场景，依旧是三者中最为明亮、讨好眼球的成像风格，在建筑物上也更有立体感一些。iPhone 11 Pro 针对阴天场景，依旧是一贯的稍微偏冷，而 Pixel 4则是三者中最接近肉眼所见。而在 HDR 效果上，三支都可以说是目前的第一梯队。不过既然是旗舰对比，邦尼也来说说三者在 HDR 上的差异吧。在 HDR 上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先来看 iPhone 11 Pro 所采用的 Smart HDR， 在后景依旧会有稍微的朦胧感，而在前景的绿数却又采取比较保守的暗部处理。放大到1:1来看，可以看到 Pixel 4以及 Note 10 Plus 在细节保留上来得更好，而在前景绿数上 ，iPhone 11 Pro 的涂抹感也比较重一些。接下来这组样张，我们直接放大到前景建筑细节来看，这次则是 iPhone 11 Pro 以及 Pixel 4在建筑细节保留上更为优势。日拍上整体来说 ，HDR 表现依旧是顶尖水准，而放大来看前景树枝，也能看到 Pixel 4在暗部细节保留上依旧相当强势。而这次 Google 在 Pixel 4所加入的全新长焦镜头，究竟让 Super Red Zoom 超级变焦提升了多少？邦尼也直接带大家看样张。不过在此之前，邦尼的变焦测试会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更容易透过机器学习提升解析度的建筑样张，另一类则是比较文字清晰的样张。我们先来看文字组，邦尼想跟大家一起来看更严苛的这组样张。我们目标是这组样张中间的红色看板。先来看 iPhone 参赛者，为了方便大家阅读，邦尼再放大一点给大家看。第一行，请在河川区域停车民众注意，都还看得清楚，没有问题。接着小一点的这行，什么上？接着就是4个白色框框，看不清楚了。再给大家几秒用力看，前2行可以看懂多少尽量看，要不然接着公布答案可就不准喽。好，时间差不多了，如果已经不行了的话，我们换 Note 10 Plus 选手。啊，原来是路上台风警报或豪大雨特开始就有点看不清楚了。特什么呢？我们换 Pixel 4 XL， 就是豪大雨特报。我们看回3张，老实说 Pixel 4跟 Note 10 Plus 在清晰度上差异还是存在，不过已经非常小了。基本上只要多读几次前后文，有机会猜出来。而 iPhone 11 Pro 则是稍微弱势一些。我们再来看一组，先给大家看原本的1倍。我们目标是红色圈圈的蓝色小告示，一样先来看 iPhone 11 Pro， 邦尼这次就不带大家看了，给大家3秒时间写下来。好，接下来是 Pixel 4 XL， 最后是 Note 10 Plus。好，我们看回3张，其实这组样张很奇妙哦。虽然 Pixel 4 XL 在整体清晰度会更胜 Note 10 Plus， 不过右边的机车2个字却是锐化过后的 Note 10 Plus 更容易辨识一些。好，最后一组样张，邦尼就直接来说说变焦体验吧。
可以看到 Google Pixel 4确实在挖土机的所有线条上都更清晰平顺，而 Note 10 Plus 则是锐化程度更高。我们放大来看机身上的文字，虽然 Pixel 4最为清晰，不过只要别像前2组真的非常严苛的状况，3者都还是看得清楚的程度。不过很明显 ，Note 10 Plus 跟 Pixel 4在文字组更有优势。接着是建筑组，一样先来看1倍，接着看5倍，再来看一组，先看1倍，再看8倍。整体来说，邦尼原先以为在针对建筑这种更容易学习计算的场景下 ，Pixel 4优势会来得更为明显。不过以最终结果来看，差异确实存在，但在建筑细节上却没有拉开明显差距。最后则是在夜拍上，先来看第一组样张，可以看到在通道上方的亮部细节 ，Pixel 4在高光抑制上真的很强，也是这次 Pixel 4在夜拍上提升最大的地方。而在 HDR 以及细节保留上，我们放大来看101左下角暗部细节。老实说 ，Pixel 4依旧强势，不过在细节上没有跟 Note 10 Plus 拉开太大差距，甚至邦尼把上一代的 Pixel 3加进来，两者更是互有千秋。而这次 Google 在 Pixel 4上更加主打的夜间色彩还原，我们直接来看样张。在邦尼的实测下 ，Pixel 4跟各家差异还是非常大，在色彩还原上也更加强势。不过放大到脸部，如果以看清楚人脸来看 ，Note 10 Plus 也慢慢追上来了。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组，邦尼来到更蓝的灯海中实测，上一代的 Pixel 3在色彩还原上的表现却比 Pixel 4来得更好。整体来说 ，Google Pixel 4在拍照上依旧强势，不过或许是 Google Pixel 3推出时技能树一次点太满，一直到现在2018年的 Pixel 3跟各家旗舰相比还是有一定优势。对 Pixel 4来说，或许也有 Pixel 3的黑魔法障碍。不过话说回来 ，Google Pixel 4依旧是全方位提升。日拍上解决了 Pixel 3白平衡偏冷的问题，到现在 Pixel 4的白平衡稳定度可说是今年最稳。Super Red Zoom 搭配原生的长焦镜头，在解析上也有所提升，夜拍上细节来得更好，高光抑制更强。不过邦尼想说的是，我们看一下去年的时候 ，Pixel 3把黑夜变成白天的差距。接着看 Pixel 3用1倍镜头超越各家2倍长焦镜头的差距，再看 Pixel 3在夜拍下的强大色彩还原。Pixel 3对大家来说绝对是黑魔法无误，但到了2019的今天，当大家都已经可以把黑夜变成白天的时候 ，Night Sight 虽然还是很强，能够在变亮的同时保留更多细节，这是各家都还存在的障碍。Night Sight 依旧拥有领先优势，但差异已经越来越小。而在第二镜头选择上 ，Super Red Zoom 并没有跟采用2倍变焦的旗舰拉出明显差异，又很难对原生有10倍无损变焦的机种造成威胁。邦尼还是诚心期待超广角加入。不过说到这边，邦尼还是必须说 ，Pixel 4依旧是今年在拍照上各项素质都更为强势的机种，在拍照体验上也非常良好。邦尼说了这么多，还是非常期待黑魔法可以很快再次降临 Google Pixel。而在录影防守阵表现上，我们先来看一段 4K 30 FPS 的对比。可以看到，在 4K 30 FPS 防守阵表现上 ，Pixel 4跟 Note 10 Plus 更为强势。接着来看一段 1080P 30 FPS 的对比。最后帮你提供 Note 10 Plus 开启 Super Steady 超稳定防守阵后，跟各家的差异。我们透过 Pixel 4跟 Note 10 Plus 的对比来看 ，Note 10 Plus 在开启 Super Steady 后，在全力奔跑的大幅度晃动下，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最后，邦尼也带大家来看3支在 4K 30 FPS 时的录影表现。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iPhone 11 Pro 在录影上依旧是3者当中宽容度最好的机种，也是3者当中能直接跟强光正面对决的机种。Pixel 4表现也相当不错。不过 iPhone 11 Pro 在不同画面的过渡上，整体曝光表现还是相对更加稳定。影音娱乐部分
Pixel 4 XL 搭载 6.3 寸 19:9 2K QHD Flexible OLED 显示器，像素密度上达到537 ppi， 支援 HDR 显示效果，帮你也提供 Pixel 4跟 Galaxy Note 10 Plus、iPhone 11 Pro 的对比。整体来说 ，Pixel 4这块萤幕依旧是今年表现非常不错的一块萤幕，整体效果会是更为自然的显色风格，在暗部细节以及明暗动态对比，表现也相当不错。当然，这次 Pixel 4最大的亮点就是萤幕支援90Hz 的高画面刷新率。在帮你评测 Pixel 4这段时间，虽然说90Hz 的流畅显示功能并不是全程90Hz， 系统会自动在不同的画面需求以及萤幕亮度下，自动在60Hz 以及90Hz 调整，但在整体体验上几乎是无从感知。只要遇到滑动，真的只有一个字：顺。尤其是在滑动或是各种切换动画上，90Hz 用过了，不至于到回不去，而是真的会有不想回去的感觉。而在音效上 ，Google Pixel 4一样搭载双喇叭，帮你也提供 Pixel 4跟 Galaxy Note 10 Plus、iPhone 11 Pro 的实际对比，供大家参考咯。效能续航上 ，Google Pixel 4 XL 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855，搭配6GB 的 RAM， 在AnTuTu V8 跑分拿下了40.7904分。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多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xbunny.com 上浏览到完整资讯。简单来说 ，Google Pixel 4在效能上依旧没有太大问题，大部分主流游戏都可以在高画质顺畅运行。续航部分 ，Pixel 4 XL 采用3700毫安时的电池，虽然不是特别大，不过在帮你的80%到20%测试当中，却拿下了相对不错的12小时19分钟。而在实际使用上 ，Google Pixel 4内建的自动调节电池用量，会自动学习你的使用习惯，就跟 Pixel 3一样。如果你是日常使用为主，在用了几天过后，只要你的 App 跟使用习惯变化不大，每天回家的剩余电量会越来越多。但如果你是重度手游玩家，还是要带一颗行动电源会更放心一些。而在快充上，则是搭载18瓦快充，在帮你的0到100%充电测试当中，30分钟充到49%，1个小时充到81%，接着用了13分钟充到90%，最后10%则是花了39分钟进行涓流充电，整个充电历程1个小时又52分钟。不过其实1个小时就能充满81%，在紧急用电时的回血速度还是足够的。而这次全新加入的 Motion Sense 手势功能，老实说，帮你除了对着桌布上的 Pokémon 挥挥手之外，几乎没有主动使用的机会。但是，就是这个但是，帮你认为 Motion Sense 能够侦测你的手要准备拿起手机的功能，就足以弥补一切。提前点亮的萤幕，能够让搭配脸部解锁的体验非常顺畅。既然说到了解锁体验 ，Google Pixel 4搭载了类似 Face ID 的脸部辨识系统，相同的地方在于采用的是3D 脸部辨识，安全性会比2D 图像更高。一样可以设定解锁后不要进入主画面，而是留在锁定页面上显示通知。不同的是 ，Pixel 4目前还没有推出要看着萤幕才能解锁的侦测，所以眼睛闭起来也能解锁。相对在安全性上也会有所疑虑。而在使用上比较特别的是 ，Pixel 4的解锁是没有方向的。正着拿、左右拿，甚至反着拿也都可以解锁。比较方便的是，在解锁后可以进入主画面，对部分使用者来说也会更顺手。但也期待 Google 尽快推出针对萤幕注视的更新咯。整体来说 ，Google Pixel 4在相机上虽然没有再次惊艳大家的黑魔法降临，但在各方面细节都更为提升。在拍照的稳定度表现以及 Live HDR Plus 所带来的良好拍照体验，依然足够让 Pixel 4跟今年的各家旗舰一较高下，甚至还是优势了一些。不过，随着各家黑夜变白天的技术也越来越强，看来美版 Google 团队要更努力学习新魔法喽。而在影音娱乐上，不论是在荧幕或者外放上，都还是达到今年同期的前段班表现。90Hz 用过真的不想回去。而在效能上，就是旗舰效能没有太大问题。
续航上日常使用，随着智慧学习会更加省电，不用担心。而 Motion Sense 帮你则是认为，更像是提出了一个外部感测器的解决方案，究竟能够如何应用，还是必须等待 Google 释出更多功能了。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支拍照上不用担心的旗舰机种，千万别错过 Pixel 4。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Google Pixel 4进行投票。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帮你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App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